各位老朋友，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日子一天天过，物质也比以前好了，可心里头却像压着一块大石头，越来越喘不过气。夜深人静时，你甚至偷偷想过，要是能找个深山古寺，把这一切烂摊子都抛下，该有多清静啊！你觉得这些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全是阻挡你获得平静的绊脚石。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你可能一直都弄错了方向。看完今天的内容，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你现在脚踩的厨房和客厅，恰恰就是你最好的清修地。今天我们将回到1000多年前，听听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是怎么用一句话点醒像你我一样被生活压弯了腰的凡夫俗子。我还会教你3个不用花额外时间的生活微修行，让你在闹哄哄的寻常日子里找回真正的平静与自在，修出你这辈子最高级的福报。大家回想一下，你是不是每天天没亮就醒了，脑子里像跑马灯一样？菜市场的物价，孩子们的房贷，父母去大医院的挂号单，你就像一个陀螺，围着这个家转了大半辈子，把你困得死死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把烦恼跟清净当成2回事，觉得把烦恼扔了才能清净。但你想想，池塘里美丽干净的莲花，不正是扎根在最黑最臭的烂泥巴里吗？没有这些烂泥提供养分，哪来清香的莲花？六祖坛经里有句非常有名的话，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意思就是，如果嫌世间太烦，非要抛下生活去深山找解脱，就像去找一只长脚的兔子，根本白费力气。我们生活里的琐碎操劳，那些让你委屈的人际摩擦，其实就是那滩烂泥，它们绝不是来折磨你的，而是来滋养你这颗心的。为了让你更清楚地明白这一点，今天我们就一起穿越时空，回到1000多年前的宝林寺，去看看一位和我们现在一模一样，被生活重担压得喘不过气的张孝子。他会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出家，又该怎么在我们自己的家里修成一尊佛。话说在1000多年前，有一位姓张的孝子，为人非常老实本分，心里头是一心一意向着佛法。你可以想象一下他当时的处境，家里头有年迈的双亲，需要他晨昏定省，端茶递水；膝下呢还有嗷嗷待哺的孩子，需要他悉心照料。这家里家外人情往来的开销，全都沉甸甸的压在他一个人的肩膀上。他每天从早忙到晚，就像一颗不停旋转的陀螺。可是就算再累，他也会硬挤出那么一点点时间，可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点上一盏油灯，翻开经书，诵经念佛。他心里头对那种清净无为的佛法境界真的是说不出的向往。但老朋友，你想想，现实往往是骨感的，越是向往清净，他心里就越是纠结，越是痛苦。他刚盘起腿，想好好打个坐，静下心来，隔壁房间的孩子突然哭了，要喝奶，或者老母亲咳嗽了，要喝水。这柴米油盐的琐碎，还有亲戚朋友之间的人情应酬，就像是一张看不见的密密麻麻的大网，把他捆得透不过气来。他常常觉得自己就像陷在烂泥沼里，越想往上爬，越是挣扎，反而陷得越深。他总在心里犯嘀咕，我这满身的世俗烦恼，简直就是我修行的最大绊脚石啊！要是能像寺庙里的大师们那样，远离尘嚣，找个安静的地方，青灯古佛，一心办道，那该有多好啊！这份对清净修行的极度渴望，日日夜夜在他心里头翻腾，折磨着他。这场景，老朋友，您听着是不是觉得特别熟悉？这不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的真实写照吗？上面有70、80岁的老父母要照顾，隔三差五，
要推着轮椅带他们去大医院回诊。下面有还在念书、薪水不高的小孩要补贴，平常还要顾着自己的工作、家里的开销，每天一睁开眼，身边全都是需要自己照顾的人，却找不到一个可以让自己喘口气、靠一下的肩膀。后来，这位张孝子实在是憋不住了，他听说在宝林寺有一位得了达摩祖师心印的大善知识，也就是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讲的佛法直指人心。于是他怀着满腔的困惑，还有一丝丝希望，跋山涉水，终于来到了六祖的座前。一见到六祖大师，这位堂堂7尺男儿眼泪唰的一下就掉下来了。他声泪俱下地诉说着自己的苦楚。大师啊，弟子一心向佛，却被这俗世的家庭深深缠住，父母、妻儿，桩桩件件，全都是牵挂，全都是烦恼啊！弟子实在受不了了，恳请大师您大发慈悲，指点弟子一条明路。弟子愿意舍弃这一切，出家修行，找一个清静的地方，早日了脱这生死的痛苦。老朋友，如果你是六祖，看到这么一个被生活折磨得不成人形的信徒哭倒在面前，你会怎么说？一般人可能就顺着安慰他，哎呀，你真是辛苦了，放下吧，出家好啊。但是六祖慧能大师没有，大师静静地听着，面容非常平和，眼神里透着无限的慈悲与深邃的智慧。等这位孝子的情绪稍微平静下来之后，大师并没有急着去安慰他，也没有直接批评他想逃避的心态，对不对？大师缓缓地开口，问了一个石破天惊的问题。大师说，你啊，一心想着要出那个用砖头瓦块盖起来的俗家，这念头倒是很恳切，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心里头那个用妄想、用分别、用执着、用烦恼堆砌起来的家，你出得去吗？这短短的一句话，就像一道惊雷一样，直直劈在孝子的心上。孝子一时间愣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六祖大师顿了顿，继续慈悲的开示，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他的身体确实离开了家，住进了深山老林的茅棚里，每天敲着木鱼，嘴里念着经文，可是他这心里头啊，却时时刻刻惦记着山下的鸡毛蒜皮，惦记着谁曾经亏待了他，谁又占了他的便宜，惦记着那些功名利禄、爱恨情仇。你说这样能算是真正的修行人吗？他的这颗心又何曾真正出家过呢？大师稍微停顿了一下，语气依旧平和，却字字千钧。反过来说，倘若有一个人，他每天身处在车水马龙、喧闹无比的街市之中，每天要应付各种各样的人和事，但他这颗心啊，却能像深山幽谷一样宁静安详，不被外面的风风雨雨干扰，不因为别人夸他几句就飘飘然，也不因为别人骂他几句就生气难过。你说这算不算是真正的修行呢？他的心不就已经出家，超越了这尘世的纷扰了吗？这几句话说的孝子是哑口无言，他心里那个一直以来的死结突然被解开了。他一直以为修行就得有一个特定的形式，比如要剃个光头，穿上僧袍，必须要在有一个特定的场所，比如深山里的古刹。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修行的关键原来根本不在于你的身体在哪里，而在于你的心在哪里啊。六祖大师看着他，知道他心里已经有所神悟，便微微一笑，接着就用了一个精妙的比喻来点化他。你可曾见过池塘里的莲花？它生长在最污秽、最肮脏的淤泥里，却能开出最洁净、最芬芳的花朵，亭亭玉立，一点尘埃都不染。修行也是如此。真正的修行者不是要逃避烦恼，而是要有在烦恼的烈火当中开出清净莲花的本事。你现在所厌恶的那些家庭琐事、人情世故，
恰恰正是滋养你觉悟之莲最好的养分。如果离开了这个充满烦恼的世间，你又要到哪里去寻找菩提觉悟呢？老朋友，听完六祖这番话，您是不是也觉得醍醐灌顶？大家常常抱怨伴侣唠叨，抱怨孩子不听话，抱怨做不完的家事，总觉得这些是来讨债的。但六祖告诉我们，迷失的时候，烦恼就是烦恼，它会让你痛苦不堪。但如果你觉悟了，看透了，烦恼当下就转成了菩提的妙用。关键就在你这一念心的转变。那位张孝子虽然明白了心才是关键，但他还是很茫然。他问六祖大师：大师啊，这烦恼的淤泥究竟要怎么转化？我这心中的莲花又该怎么在这闹哄哄的生活里绽放呢？六祖慧能看着眼前这位满脸风霜的孝子，眼神里充满了慈悲。他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善知识啊，你以为道场只在深山的古刹里修行，非得离开红尘，这正是向外去求法了。你可知，真正的道场就在你日复一日的生活里，就在你那个看似平凡，甚至有点吵闹的家中。你不需要苦苦向外寻找，你只需要换一副心眼，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你现在的生活，一切就全都不一样了。看着孝子还是懵懵懂懂，六祖便掰开揉碎了，细细地为他讲述这生活里的修行之道。老朋友，您也竖起耳朵听听，看看您每天是不是也都在做这些事。大师说，你看，你每天伺候年迈的父母，给他们嘘寒问暖，端茶倒水，这不就是在修习我们佛门中最讲究的慈悲心和报恩行吗？你在家里把父母照顾好，这比起你跑到大庙里对着泥塑、木雕空拜，要真实得多，也功德大得多啊。再说，你跟另一半相濡以沫，朝夕相处了几十年，两个人过日子，难免会有磕磕碰碰，偶尔他袜子乱丢，或者讲话不中听。这个时候，你如果能把脾气压下来，包容他，体谅他，化解了这场矛盾，这不就是在修习佛法里最难的那门功课——忍辱波罗蜜吗？家里和和气气的，这就是最好的风水。还有你的孩子、孙子，从他们小时候牙牙学语，到长大成人，你需要花费多少爱心和智慧去引导他们？这循循善诱的过程，不就是在修习耐心与善巧方便吗？你把孩子教育好了，不给社会添乱，这就是为世间增添了一份善的力量。最后，你每天出门工作，不管你是做小生意还是上班打卡，你如果能做到待人真诚，不占别人的便宜，不拿不该拿的钱，这不就是在修持境界，在广行布施吗？听到这里，老朋友，您是不是突然觉得背脊一挺？原来我们每天做的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家务事、烦心事，生活里的哪一件事不是在给我们机会修行呢？每一次跟人打交道，每一次遇到困难或顺境，都是一块磨砺我们心性、增长大家智慧的磨刀石。所以你的家绝对不是禁锢你的牢笼，反而是一块让你圆满修行、积累福报的无上宝地啊！六祖的这番话就像春雨一样，一点一滴滋润着孝子干涸的心，但他还是有点担心。祖师啊，您说的我都懂了，可遇到事情的时候，我这心还是容易跟着跑。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到底该怎么稳住这颗心呢？六祖慧能大师笑了笑，接着就传授了顿悟法门最核心的3个心法要诀。这3个要诀，您也可以记在心里，非常管用。第一，叫做无念。这无念不是叫你变成木头石头，什么都不想，而是说，当各种念头升起来的时候，你的心清清楚楚，但是不去死死抓住它，不被它牵着鼻子走，就像是你家客厅里的那面镜子，人走过去，镜子里有影子，
人走开了，镜子立刻就空了，什么痕迹都不留。镜子本身从来不会被染污，大家的心也要像这面镜子一样，事情来了就处理，事情过去了，心就放下。第二叫做无住，这就是《金刚经》里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意思就是对生活里的顺境逆境，别人夸你还是骂你，心里都不要去执着，不要挂碍。就像山里的流水，遇到石头它就绕过去，遇到悬崖它就变成瀑布冲下去。水的本性永远不变，始终向前流。你的心也要像流水一样，事过境迁，不留痕迹。第三，也是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深信自信是佛。大师告诉孝子，你要坚信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本来就有一尊圆满的佛，他干干净净，从来没有离开过你。大家现在觉得苦，只是因为这面心里的镜子暂时被世俗的灰尘给蒙住了。修行只是拿块布把灰尘擦干净而已。你的心本来就是佛，你还要向外求什么呢？虽然这无念、无住、自信是佛的道理，让孝子茅塞顿开，但他心里还有最后一丝顾虑。他小声地问：祖师啊，您是大智慧的人，当然能做到，可我就是个凡夫俗子，身边的环境这么糟，我真的能在这尘世里修得成吗？六祖慧能大师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便讲起了一段自己年轻时的往事。大师说：你别小看自己，想当年我得到五祖弘忍大师传给我的衣钵之后，为了躲避坏人的追杀，我曾经隐姓埋名，在打猎的猎人队伍里整整藏了15年啊！老朋友，你想想，那是个什么环境？那些猎人每天都在杀生吃肉，满嘴的粗话。六祖一个大修行人，天天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眼睛看的，耳朵听的，全都是这些杀生造业的事。大师是怎么做的呢？他说：我虽然跟他们混在一起，但我心里守着正法，一有机会我就劝他们少杀生，多做善事。到了开饭的时候，他们在锅里煮肉，我就去采一些野菜，把野菜丢进煮肉的锅里一起煮。吃饭的时候，我只挑锅里的菜吃，这就是著名的吃肉边菜。就这样，在那么糟糕、那么污秽的环境里，六祖大师整整待了15年，他的心却从来没有被染污过一点点。这就是佛法里说的：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真正修行的人，眼睛里是不会整天盯着这个世界的缺点或者别人的过错的。修行能不能成就，全在于你这颗心能不能时时刻刻保持清醒和觉察。这跟外在的环境好坏真的没有绝对的关系。你如果心里清净了，就算你在菜市场买菜，那也是佛国净土。你如果心里不清净，一天到晚生气抱怨，就算把你送到灵山佛祖面前，你也一样觉得活在地狱里啊。六祖的智慧不仅仅停留在古代的宝林寺，当我们回到现代的钢筋水泥中，这份智慧依然能解开我们生活中的死结。让我们来看看身边这3个真实的例子。先来聊聊住在社区1楼的赵大姐。赵大姐今年65岁，先生走得早，她一个人辛辛苦苦把独生子拉拔长大，儿子今年30好几了，在一家公司当个普通的行政人员，没买房，也还没结婚，每个月领着固定的薪水。不过这孩子特别孝顺，下班了就回家陪赵大姐吃饭，周末还会陪她去传统市场买菜。按理说，这日子过得安稳平静，该知足了。可是啊，赵大姐这心里总像是有一根刺。每天早上，赵大姐都会去公园跟一群老姐妹练气功、做早操。休息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话题总离不开自家的孩子。张太太得意地说：哎呀，我儿子刚牵了一台进口车，
周末带我们去吃大餐呢。李太太拿出手机炫耀，你看，这是我媳妇刚生的大胖孙子，白白胖胖的多可爱。甚至在手机的群组里，每天也是各种炫耀的图和讯息。每次听到这些，赵大姐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只能在一旁陪着笑脸，默默不出声。她觉得自己一辈子做牛做马，怎么儿子就这么没出息，买不起大房子，也没让他抱上孙子。回到家，看着穿着旧衣服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儿子，赵大姐这无名火就往上冒。你看看人家张阿姨的儿子，再看看你。赵大姐气呼呼地把抹布摔在桌上，每个月就领那点死薪水，也不去考个证照，也不交女朋友，我这张老脸都被你丢光了。儿子听了，无奈地叹了口气，默默回房间，关上了门。这顿晚饭，母子俩谁也没吃好。赵大姐一个人在客厅抹眼泪，觉得自己命苦，觉得这日子过得实在憋屈。有一天，社区里的佛堂请了一位法师来开示，赵大姐心里苦闷，就跟着去听了。法师在台上刚好讲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公案。法师说，有一天，六祖慧能大师来到广州法性寺，刚好遇到印宗法师在讲经。那天气很好，风一吹，寺庙门口的旗幡就随风飘动起来。这时候，有两个和尚看着旗子就争论了起来。一个和尚说，你看，是风在动。另一个和尚摇摇头说，不对，风是看不见的，明明是那个旗幡在动。两个人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让谁。这时候，六祖慧能大师走了过去，对他们说了一句震动千古的话。大师说，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法师停顿了一下，温和地看着台下的大众。各位老朋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外面的环境，别人的嘴巴，就像是那阵风，我们遭遇的事情，就像是那面旗子。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痛苦，觉得日子过不下去，其实根本不是外面的环境有多糟，而是我们自己的这颗心跟着外面的风乱动了啊！这句话像一记重锤，敲醒了坐在台下的赵大姐。她突然回想起这段日子的煎熬，儿子还是那个孝顺体贴的儿子，每天陪他吃饭，陪他买菜，儿子的生活根本没有变。这面旗子明明好好的，那为什么自己会这么痛苦呢？原来是因为外面的风吹过来了。别人炫耀财富，炫耀孙子的那些话，就像一阵阵狂风，吹动了他心里的比较心和虚荣心，是他自己的心动了，嫌弃起眼前这份平淡却真实的幸福，硬生生地把自己的家变成了一个怨气冲天的牢笼。当天晚上，儿子下班回家，手里提着赵大姐最爱吃的那家老街面包店的芋头吐司，笑着说，妈，刚好路过，排队帮您买的。看着儿子额头上的汗珠和真诚的笑容，赵大姐的眼眶红了。这一次，她心里没有想起张太太的进口车，也没有想起李太太的胖孙子。她接过面包，拍了拍儿子的肩膀，柔声说，儿子啊，上班辛苦了，快去洗手。妈，今天卤了你最爱吃的控肉。从那天起，赵大姐再去公园，听到老姐妹炫耀，心里再也不起波澜。她默默告诉自己，不是风动，是我心不动。她终于明白，幸福是不能拿来比较的，放下那些虚荣的攀比，珍惜眼前安稳的饭菜和孝顺的孩子，才是最高级的福报。看吧，不被外界的声音吹得心烦意乱，这就是生活里的智慧。那如果是面对两代人的代沟呢？我们来看看李伯伯的故事。李伯伯今年68岁，年轻时靠着开一间传统杂货店，把3个孩子拉拔长大。前2年，他把店面交给了小儿子接手，自己本该正式退休享福了。可是，这却是他痛苦的开始。小儿子接手后，觉得老店太暗，动线不好，于是花了一笔钱重新装潢。
把李伯伯用了30几年的老木头货架全拆了，换成了明亮的铁架，把那个拨得响亮的算盘收了起来，换成了会发出哔哔声的电脑收银机。看着半辈子的心血被毁，李伯伯心都在滴血。他每天指责儿子败家：“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怎么就不听我的？”父子俩天天吵架，气氛降至冰点。儿子觉得他顽固不化，李伯伯则觉得自己像个被抛弃的废人，气得好几天吃不下饭，整天板着脸，看什么都不顺眼。有一天，李伯伯心烦意乱，在公园凉亭里生闷气，刚好一位常在寺院共修的老居士在那泡茶。听完李伯伯抱怨小儿子接手店面后的种种不听话，老居士微微一笑，讲了一段禅宗公案。老居士说，佛陀在世时，一位名叫黑氏梵志的修行人，双手各拿一朵合欢花去供养佛陀。佛陀看到他，突然大喝：“梵志，放下！”他愣了一下，赶紧丢下左手的花。佛陀又说：“放下！”他只好把右手的花也丢了。没想到，佛陀第3次对两手空空的他喊：“梵志，放下！”梵志彻底傻眼了。世尊，我两手空空，还要放下什么？佛陀平静地说：“我不是叫你放下花，是叫你放下心里的傲慢，对外在事物的控制，还有那颗总是执着于过去的心。”老居士端起茶杯，轻轻对李伯伯说：“老李啊，您当初把店面钥匙交给儿子时，手确实是放下了，可您的心放下了吗？您还紧紧抓着过去当老板的威严和30年的旧经验不放。时代在变，孩子有他做生意的方法。您现在的痛苦不是因为儿子不孝，而是您的心住在了过去，不肯撒手啊。”李伯伯听着听着，手里的茶杯停在了半空。他突然意识到，这几个月来真正折磨他的，根本不是那台发出哔哔声的电脑收银机，而是自己那放不下的面子与控制欲。那天傍晚，李伯伯散步回到店里，刚好看到一个年轻人走进来。小儿子熟练地用电脑结账，还帮客人办了会员集点。客人笑着说：“老板，你们现在变得很现代，很好逛哦。”小儿子笑得很开心。李伯伯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心里的那个结突然就松开了。他走进店里，没有像往常一样指手画脚，而是拍了拍小儿子的肩膀，语气平和地说：“这机器看起来挺快的，你用得顺手就好。爸老了，以后这店就按你的方式去拼吧。”说完，李伯伯转身走向客厅，打开电视，给自己泡了一壶好茶。这一次，他的心里不再有焦虑，而是感受到了一种真正的、彻底的轻松，因为他终于明白了什么叫无助。他不仅交出了杂货店，更把心里那个沉重的包袱彻底放下了。你看，只要心不执着于过去，两代人的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接下来，我们聊聊王大姐的故事，来看看放下对物品的执着又是怎样的一种解脱。王大姐今年72岁，是一位非常慈祥的长辈。她手腕上常年戴着一只翠绿色的玉镯子，这只镯子可不简单，那是她母亲临终前亲手交给她的传家宝，跟着她已经快40年了。对王大姐来说，这只玉镯不仅仅是个首饰，更是她对母亲深深的思念，是她心里最重要的一份情感寄托。有一天周末，儿子媳妇把刚满3岁的小孙子送来给她带。小孙子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像个小火箭一样在客厅里冲来冲去。王大姐在浴室里放热水，准备帮孙子洗澡。孙子突然从外面冲进来，一头撞在王大姐的腿上。王大姐脚下一滑，身体失去平衡，手重重地撞在了坚硬的陶瓷浴缸边缘，啪啦一声脆响。王大姐稳住身体，低头一看，心瞬间碎成了千瓣，那只玉镯断成了3截。那一刻，
王大姐觉得天都塌了。她没有骂孙子，只是跌坐在地，捧着碎玉嚎啕大哭，哭得像个失去了母亲的小女孩。从那天起，王大姐就像丢了魂，吃不下，睡不好，整天对着碎玉发呆，家里的气氛也降到了冰点。媳妇内疚的不敢回婆家，儿子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原本和睦的家庭，因为这只碎掉的玉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王大姐心里苦啊，觉得自己对不起母亲，甚至隐隐怨恨调皮的孙子。她带着这份痛苦去拜访一位老居士。老居士听完，拿出一个精美的古瓷茶杯，说：“大姐，您看这杯子美吗？这是我最喜欢的杯子，但我每次用它喝茶，都在心里告诉自己，这是一个已经碎掉的杯子。”王大姐愣住了，这杯子明明好好的，怎么说碎了呢？老居士温和地笑了：“世间万物有生必有灭，佛法讲这叫成、住、坏、空。从它被烧制出来那天起，结局就是破碎，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因为我接受了它终会碎掉的现实，所以现在每次用都充满感恩与珍惜。等哪天它真碎了，我也不悲伤，因为我知道它只是完成了它的使命。”接着，老居士看着王大姐，语重心长地说：“您的玉镯也是一样，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它陪了您40年，承载了您母亲的爱。现在他的缘分到了，所以碎了。可是您母亲的爱难道是装在那块石头里吗？不是的，那份爱早就长在您的血脉，印在您的心里了。您现在为了这块碎石头生了怨怼，破坏了跟儿孙的和气，这难道是您母亲当初送您手镯的本意吗？”这句话犹如当头棒喝。王大姐呆坐在椅子上，眼泪再次流了下来。但这一次不是痛苦的眼泪，而是释然的眼泪。她终于明白了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道理。那玉镯本就是世间的幻象，真正的爱与亲情是没有形体，不会破碎的。回到家后，王大姐找了一块干净的红布，把那碎玉小心翼翼地包好，收进了抽屉深处。周末的时候，她主动打电话给儿子，笑着说：“晚上带孙子回来吃饭吧，妈做了他最爱吃的红烧肉。”当那个调皮的小孙子再次扑进她怀里时，王大姐紧紧抱住他，心里所有的疙瘩都烟消云散了。她放下的不过是一块执着的石头，但她重新捡回来的却是一个美满的家庭和一颗清净自在的心。听完这3个故事，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觉得心里亮堂了许多？大家总以为修行得远离红尘，总觉得解脱在遥远的地方。可今天听了六祖大师和这几位老朋友的故事，大家才明白，原来最深刻的修行就在我们这颗心，就在我们日复一日看似平淡的柴米油盐里。那么道理大家懂了，回到现实生活里，到底该怎么落实呢？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3个今天看完影片立刻就能做的生活微修行。步骤非常简单，不需要花你额外的时间，只要您愿意试试看，一定能感受到不一样的平静。第一个微修行叫做洗碗时的洞中禅。吃完饭站在水槽前洗碗，这通常是大家觉得最累最烦躁的时候。从今天起，我们试着转变一下心态。当您打开水龙头，试着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水流划过手指的感觉上，去感受水的温度，听听水流哗啦啦的声音，看着洗碗精的泡沫，慢慢把碗盘上的油污带走。这个时候，脑子里不要去想别人怎么不来帮忙，也不要想明天的菜钱够不够，就只是单纯的专心的洗碗。把碗洗干净的过程，其实就是在洗涤我们这颗沾满灰尘的心。这就是最高级的专注，也是六祖说的无念。
第二个微修行叫做开口前的3秒钟。大家在家里最容易因为一句话不对付，就跟另一半或是孩子吵起来，伤了和气。下次当您听到不顺耳的话，感觉心里那股无名火要冲上脑门的时候，请您先闭上嘴，在心里默默地数3秒钟。1、2、3，先深呼吸一口气，把原本要冲口而出的气话轻轻地咽下去。这3秒钟的停顿，就是给了理智一个缓冲的机会。这就是在修习佛法里的忍辱。您会发现，忍下这口气，换一种温和的语气说话，家里的气氛瞬间就柔和了。家和万事兴，这可是千金难买的好风水啊！第3个微修行叫做睡前的3分钟清空法。晚上躺在床上，准备睡觉前，闭上眼睛，在脑海里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像放电影一样快速过一遍。无论今天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被谁占了便宜，或者跟谁生了气，都在这3分钟里，在心里默默地对他们说一句：都过去了，我原谅你，也原谅我自己。然后把这些念头全部打包丢掉，就像把心里的垃圾桶倒干净一样。心里不装饰，自然就能一觉到天亮。这就是六祖大师说的无助，事过境迁，不留痕迹。老朋友，生活中的每一次挑战，每一次人际互动，只要我们用心去体会，去觉察，去转化，那都是我们增长智慧的好机会。生活本身就是我们最好的上师啊！所以从今天起，大家不妨试着停下向外寻求清净的脚步，少一些对周围环境的抱怨，多一份向内的关照，多一份对当下的珍惜。试着在自家的厨房里炒出充满般若智慧的滋味，在客厅的沙发上守住一颗如如不动的平静禅心。记住六祖慧能大师的话，真正的出家是处理我们内心的烦恼与执着，真正的净土就在我们此心清净安定之时。您现在所站立的地方便是灵山，您每天面对的寻常生活便是这世间最好的道场。影片到了尾声，我想邀请屏幕前每一位善良的老朋友，在下方留言区里留下一句您的善言或者祈福，可以是一句简单的愿家人平安健康，也可以是一句真诚的阿弥陀佛，或者是您看完这支影片后心里浮现的一点点感悟。您知道吗？当我们每个人都在这里留下一份善意，这个留言区就会汇聚成一个充满着温暖、包容与慈悲的巨大正向磁场。这份善念的共振不仅能点亮您自己的心灯，也能为所有路过这个频道的有缘人带来不可思议的平静与力量。愿我们都能在纷扰的世间守住内心的清净，在烦恼的淤泥中开出智慧的莲花。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感恩您的聆听与陪伴，祝福您平安喜乐。如果今天的内容让您的心里多了一份平静，或是给了您面对生活琐事的智慧与力量，非常欢迎您动动手指，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也可以顺手点个赞，开启小铃铛。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在这里为您分享更多贴近生活、直击人心的佛学智慧与清凉解药，期待在下一期影片中继续与您结这份善缘。我们再会。